大雄这次竟然成为了3个神兽的妈妈，它们分别是超可爱的天马、紫色的狮鹫、粉色的飞龙。随着零分世真的再次登场，大雄正面刚上了妈妈的枪林弹雨。那些大人眼中无用的涂鸦，其实是他丰富想象力的结果。大雄，你说这是天马，未免有些草率了吧？妈妈顿时有些无语，颁发了禁止大雄玩耍的命令，让他待在家里好好学习。话音一落，大雄整个人都要不行了，顿时上演了一场浑身抽搐的好戏。回到房间里，大雄的委屈喷涌而出，一气之下竟然做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。哆啦 A 梦却不放在心上，依旧看着漫画，吃着铜锣烧，快乐的不得了。毕竟他早已看破了大雄的套路，过不了多久，大雄就会自己回来。但这次好像有些不一样，大雄认真的说起了自己的规划，还从衣食住3个方面好好的剖析了一番。哆啦 A 梦顿时对他有些刮目相看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钟大雄就扑到他面前，接起了换装相机、美式桌布、露营胶囊。给大家讲个笑话吧，大雄会自理。就这样，哪怕口头上说着什么不依赖别人，大雄依旧厚着脸皮疯狂向哆啦 A 梦展开了求救。而就在他要踏出自由与独立的第一步时，呲溜一声，他便摔下楼梯，让人无法直视。妈妈发现不对劲，出来查看，还以为大雄是想出去玩，立马摆出了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。但大雄却不以为然，做了个鬼脸就扬长而去，说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很快，大雄就借助哆啦 A 梦提供的道具，开始了自己崭新的生活。胖虎等人发现大雄离家出走后，也是不抱任何希望。确实如此，大雄因为规章建筑，不一会儿就受到了空地主人的警告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把家搬到后山，却直接面临了拆迁队的威胁。毕竟这里也属于私人土地呀。不愧是天气之子，大雄接连遭遇了失败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离家出走，还再次找哆啦 A 梦借用任意门，来到了一个交通不便的小村落，试图求得自己的立锥之地。与此同时，大雄的小伙伴进入了家宅。胖虎因为惨遭妈妈蹂躏，愤懑地踏上了离家之路。小福也受到了来自妈妈的巨大学习压力，两人瞬间成为了天涯沦落人，抱在一起，泪如泉涌。静香也是释然登了场，妈妈的期待给他带来了烦恼。总而言之，3个人有了同一个目标，找到大雄，加入他离家出走的队伍。哆啦 A 梦突然听见任意门那边传来了奇怪的声响，原来大雄选择的村子在水坝底下，一蓄水就直接惨遭淹没。要不是哆啦 A 梦及时关上任意门，拿出穿透环将水给引了出去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不过有一说一，那道彩虹还挺好看，大雄家的防水性能也挺强。紧接着，哆啦 A 梦一边努力复原房屋的样子，一边劝导大雄改正错题，但大雄就是一根筋，带着竹蜻蜓便直接飞走了。哆啦 A 梦顿时有些无奈，却丝毫不知道后面更大的危机正在等着自己。爸爸的部长全家外出旅游去了，家里的仓鼠无人照料，只好将它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员工。是的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，仓鼠。消息一出，吓得哆啦 A 梦直接上演了一个手足无措，瞬间潜力爆发，爬上了窗帘架子。此刻，李家3人组也顺利和大雄会合，真诚地表达起了希望结伴同行的愿望。不过事情哪有那么容易？大雄也正找不到去处呢，但却直接被3人以为要独享离家的乐趣，来了个大追捕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大雄创造了自己的最强助攻。哆啦 A 梦在仓鼠的攻击下，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离家小分队。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，得尽早找到一块土地。可是日本的每一寸土地都已经名花有主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在小富先到先得的土地观念助攻下，大雄的智商直接上了线，提出他们可以去住谁也不存在的时代，这样整个日本的土地都是他们的。心动不如行动，离家小分队决定使用时光机上演一出史上最大型离家出走。可突然奇怪的味道传来，机械出现故障，时空乱流登场，他们只好进行全速逃脱，匆忙去往了7万年前的日本。脱离时空隧道后，大家直接陷入了震惊，7万年前的日本也太棒了吧！一望无际的绿，清新自然的空气，这就是属于他们的全新的日本。他们将在这儿开创属于自己的乐园。接下来就得好好征求一下大家对乐园的规划意见了。但这都是些什么呀？午睡大酒店、游戏中心、演唱会大厅，你们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还是静香家的花田比较靠谱。就这样，小分队自然而然分成了2组。静香他们选择轻松惬意，胖虎和小夫却追求冒险刺激，但这也太紧张太原始了吧。就当小夫准备给胖虎拍张照做纪念时，一头野牛突然出现在了胖虎身后，直接给他们整了次惊险大追捕。幸好哆啦 A 梦及时上线，扔出了道具斗牛士，
3下5除2就成功将野牛引到了远处。与此同时，因为7万年前是后冰河时期，全球的温度是很低的，所以哆啦 A 梦友情提供了原始生活套装。这衣服就跟空调服一样，能让周围空气变暖或者变冷。但这个时髦会不会太轻了？感觉没什么杀伤力呀。大雄不小心摁到了一个按钮，直接就被电了个昏天昏地。原来这是休克棍，连大象都能被击倒。好了，装备齐全后，大家就要正式行动了。他们先是选择了一个光照条件良好的山崖，利用省力铁锹，他们可以在这儿轻松挖个居住的洞穴。经过一番不忍直视的追逐，这个体力活落到了胖虎手里。他一跃成为了打架大臣，而不建设大臣。接下来就是静香了，他成为了环境大臣，获得一个能够喷洒气体一样的细微花籽，造就大片花田的花园高压气瓶。紧接着就是农林大臣了，他将获得道具田野餐馆，因为大雄每年都会将牵牛花种死，小夫当仁不让。这下好了，大雄着急了，他也想当大臣啊。哆啦 A 梦只好让大雄去养些宠物，还把动物遗传因子安布平和克隆蛋交给了他，只要将安布平中的液体注入蛋里就行了。大雄肯定可以完成的。就这样，大雄成为了宠物大臣。虽然听起来一点都不高大上，但他还是立马来到了河滩孵蛋。但事情有些不太寻常，大雄因为看见了一棵由2棵小树缠绕生长成的大树，脑子里蹦跶出来一个奇思妙想。与此同时，风云忽变，妈妈一想到大雄2人离家出走，就担心的不得了。爸爸不停地安慰他，孩子天黑了就会回来，总关在笼子里不好。紧接着，天空中电闪雷鸣，一位原始少年从天而降。面对眼前的高楼大厦，他顿时陷入了无措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突如其来的变形计，亦或是来自远古的召唤？言归正传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静香已经完成了播种。在无线遥控云雨的作用下，花田的进展有了大幅的推进。小夫的菜田完成的非常漂亮，还成功获得了无线遥控太阳的帮助。胖虎的洞穴也挖好了，还获得了自动延伸自来水管等道具的加持。现在只剩下大雄了，他也成功孵出了天马、狮鹫、龙，一举化身他们的男妈妈。突然，哆啦 A 梦的声音传来，为了之后能够让他们闪亮登场，大雄小心的将他们藏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差不多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大家再次集合，坐在饭桌前，开心的享受起了自己的食物。夜幕降临，大家一起欣赏美丽的星空，享受着自由的氛围。但这么晚了，再不回去，爸爸妈妈会很担心吧？李家小分队的军心有些动摇了，可胖虎却怎么也不肯回去。大雄也没有放弃离家出走，但是暂时中断一下又能怎样呢？他们还可以再回来啊！于是5人举起时髦发誓，一起保守乐园的秘密，各自回到了家里。哆啦 A 梦无法忘却被仓鼠支配的恐惧，躲进了柜子。大雄想叫他出来，却引来了妈妈。看着回家的大雄，妈妈抓着大雄的肩膀，狠狠地摇了摇，质问他到底也去了哪里。但大雄微微的颤抖，还是让他软化了态度。这次妈妈并没有斥责他，而是严厉的叫他去吃饭。哆啦 A 梦有些疑惑不解，可突然听见一阵奇怪的声响，狼嚎？当然不是，这是一个远古倒霉少年的长啸。第2天，大家再次聚首，除了大雄逃过一劫外，大家竟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父母的责难。哆啦 A 梦的铜锣烧也被仓鼠吃了个精光，气得他决定和仓鼠决一死战。这个时候，决定再次前往7万年前的静香等人再次上了场，还成功和原始少年打了个照面。胖虎挺身而出，将他敲晕在地，大家带着他一起回到了远古。哆啦 A 梦猜测他应该是因为时空乱流，所以不小心穿梭了时空。就这样，他们5人分头行动，胖虎和小夫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家，静香留下来照顾少年。哆啦 A 梦和大雄则利用时空震动计算机来确定少年原本所在的时空。好吧，大雄再次开溜，和自己长大后的宠物愉快地玩耍了起来。其中河里捡树枝的游戏还成功地俘获了他的心。很快，原始少年从噩梦中惊醒，静香用美食逐渐抚平了他的思绪。胖虎和小夫比赛憋气的时候，惨遭大迷追杀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龙及时发现，救下了他们。大雄的神奇宠物回到了住所，哆啦 A 梦也弄清楚了少年的来历，中国大陆河县，给他吃下了翻译魔芋，成功解锁了他的故事。少年叫做可可鲁，来自光明族，不仅回村的途中被时空乱流卷入异世界，受精灵王居尊比庇护的黑暗族还攻击了他的家人，这孩子也太惨了吧！离家小分队的同情瞬间升起，决定和他一起前往中国，救回他的家人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尽管如此，可可鲁依旧夜不能眠，独自一人吹响了鼓哨，不仅成功吸引了田马的注意，还诱发了大雄的关心。
顺利获得毛毯一张。第二天，为了不拖累大雄他们这些好心人，可可鲁决定独自一人前往中国。但没走多远，他便受到了阻拦。哆啦 A 梦摇身一变，化身哆啦巨尊，在竹蜻蜓的作用下，直接给可可鲁来了波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成功收获了他的信任与崇拜。就这样，哆啦 A 梦他们骑着能上天入地的神兽，正式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道路。说来好笑，别看现在有很多国家，但追溯到元祖，全世界的人都可能是亲戚，所以来自中国的可可鲁还可能是大雄的祖先呢。经过长时间的飞行，众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一番休整后，第二天，哆啦 A 梦凭借寻人手杖成功锁定了可可鲁家人的所在。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引起黑暗族的注意，大家得悄悄前行，留下天马他们。很快，顺着黑暗族留下的踪迹，哆啦 A 梦6人顺利找到了可可鲁的家人。哆啦 A 梦金光护体，化身神秘的精灵大王，以雷精灵的名号使出洪荒之力，狠狠地教训了一番黑暗族。大雄几人也立马出击，不一会儿便将黑暗族成功赶走。而就在可可鲁和家人团聚、互诉衷肠的时候，土金完成充值，总马上线，直接使出冲击波，一把轰翻了大雄几人。好在哆啦 A 梦成功找到了闪避斗篷，跟他进行了一场 WiFi 跟 WiFi 屏蔽器的较量，直接将土金打碎在地。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大雄他们使用任意门离开的时候，紫光一闪，土金竟然恢复了原状。更让大雄难过的是，回去找天马他们一起回日本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找不着了。而为了尽快将光明族的安全，大雄他们必须立刻赶回日本，放弃寻找天马他们。所以哪怕大家都满怀希望投身于美好生活的建设，但大雄依旧走不出内心的阴影。可可鲁因为失去过自己的小狼在乐乐，非常理解大雄此刻的心情，他安慰大雄，宠物身上都有着寻找主人的本能，乐乐就是这样，虽然受了伤很狼狈，但还是回到了可可鲁的身边。天马他们终有一天也会如此。成功获得安慰后，大雄渐渐平复了自己的心情，加入了建设光明村的大队伍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金香他们决定搭乘时光机回到离家出走不远的时候，土金也回到了巨尊比的身边，告知了哆啦 A 梦几人的存在。秉持着反派的骄傲，巨尊比颁发了追杀令，不管天涯海角，他都要好好出一口恶气。这个时候，哆啦 A 梦意外出现，土金的手腕砸碎后竟然可以恢复原状，于是从未见过这一物质的他特意把数据传给了哆啦美。哆啦美表示，这东西叫做形状记忆陶瓷，是个高科技，按道理是不该出现在远古时期的。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果不其然，哆啦 A 梦他们被摆了一道。当他们回到7万年前，光明族已经又一次被夷为了平地，只剩下一个可可鲁的骨哨。巨尊比还特意留下了传话的幻觉影像，邀请他们前往自己的大本营永安宫。就这样，在剧情的推动下，哆啦 A 梦他们再次踏上了拯救光明族的道路。一波神秘的世贸仪式后，他们带着竹蜻蜓开启了新副本，飞过沙漠，又来到草原。历经千辛万苦，他们的装备还出现了问题，不仅空调服失去了作用，竹蜻蜓也发生了故障。没办法，哆啦 A 梦只好重新拿出了磁悬浮列车游戏绳索，顶着一股莫名的羞耻感，带领李家小分队再次前行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们顶着400公里的时速来了一场顶级跑酷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大雄实在是承受不来这过山车般的酸爽，掉了队。胖虎一发现便立马热血上头，准备去把大雄找回来，但这只会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连带着丢了胖虎的小命。哆啦 A 梦只得拿出救援药品，可大雄看了得直接气死的0分试卷，锁定大雄的气息，送上救命物资。这个时候，大雄已经冻得出现了幻觉，接连看见了爸爸的暖炉、妈妈的拉面。最后，大雄瘫倒在雪地里，还上演了一波灵魂出窍，来讽刺离家出走的自己。但即使这样，大雄也依旧坚持着，他现在只想救出可可鲁。更惨的是，救援药品被巨尊比的手下盯上，化为了碎片。难道大雄真的会命丧此处？答案当然是否定。满心都想着要救出可可鲁的大雄，身披冰雪铠甲，开启了自己的主角光环。在一股莫名冲动下，大雄吹响了可可鲁的鼓哨，以满月为背景，中二环节正式上演，神兽聆听召唤。再次连接上了副本，哆啦 A 梦他们也成功找到了永安宫的所在。在那，光明族的人民惨遭奴役，胖虎气刀裂开，拿着自己的时髦就准备给黑暗族点颜色看看。哆啦 A 梦立马使用超强停时表冻结了时间，紧接着在穿透环的辅助下，哆啦 A 梦来到了一个未知领域，发现了巨尊比的秘密。原来他是一个妄图颠倒历史的时空罪犯。按照反派设定，在打架前他实力交代了一波，
自己的终极武器亚空间破坏装置。哆啦 A 梦立马为光正上身，和巨尊比展开了一场神拳打架。只可惜，哪怕他火力全开，也依旧没有伤到巨尊比一根毫毛。没办法，在来自23世纪的巨尊比面前，22世纪的道具就像一堆化石，轻松就能分解，气死哆啦 A 梦直接就落后了1个世纪。好在大雄已经成功获得了天马他们的救援，再次上线。在哆啦 A 梦4人差点成为剑齿虎的食物时，他已经成功救出了光明族的族人，整顿了一支光明军队。还直接派出了龙，将剑齿虎给吓得双手护头，瑟瑟发抖。紧接着，可可鲁趁乱放下了哆啦 A 梦4人，瞬间解锁了粘着枪的加持，成功打败了地精。可事情依旧没有结束，巨尊比派出了自己的小头目猛犸象机器人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哆啦 A 梦等人再次进入了拉锯战。好在关键时刻，大雄还是很靠谱的，立马就想到了用游泳粉克敌，成功将他们陷入地里，上演一场平地溺水。此刻，巨尊比已经启动了亚空间破坏装置，哆啦 A 梦他们必须想办法切掉通往等离子球的能源柱，但距离实在是太远了，竹蜻蜓的故障也没有修复完成，该怎么办呢？可可鲁迅猛地冲了过去，无论如何他都得保护好自己的家园。于是，一个信仰之跃，可可鲁直接开大，成功靠近了等离子球，试图上演一波徒手掰能量柱。巨尊比顿时怒火中烧，完全不能接受自己的努力，毁于一旦。可就在他举起自己的魔法杖准备攻击的时候，胖虎和小夫来了一记扭转局势的再见本雷打，成功护下可可鲁。可巨尊比依旧坚挺，努力继续着自己反派的职责，不仅嘲讽哆啦 A 梦是个落后的育儿机器人，还直接再次发动了攻击。可惜的是，原住民的力量属实过于庞大，哆啦 A 梦利用可可鲁的时髦，轻松打破了巨尊比的防御，让他露出了真面目。毕竟与此同时，哆啦美和时空巡逻队闪亮登场，成功以破坏历史的罪名将巨尊比逮捕。原来，哆啦美查到途径是23世纪的产物后，便立马想到了时空罪犯的可能性，于是他赶紧联系时空巡逻队追踪了过来。就这样，时空巡逻队炸毁了巨尊比的秘密基地，确保了光明族的安全。最后，可可鲁也把自己的骨哨送给了大雄，即使可能无法再见，但他们的感情永远不会变。而天马他们也必须前往幻想动物乐园，毕竟超现实生物是不能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的。哪怕大雄满怀不舍，也依旧得和他们说再见。与他们初次见面的一幕幕涌上心头，大雄泪流满面。当然，时空巡逻队也会根据大雄的交代，好好记住，龙是个贪吃鬼，是就喜欢玩捡树枝。天马每天晚上都需要刷毛，不然他会不舒服。最后，大雄和天马他们上演了一出令人鼻酸的道别。最后，大雄认真更正了自己的0分试卷，离家出走已经彻底结束，他回到了妈妈的身边。好了，完结撒花，本期问题：你们喜欢这一期的剧场版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。